那么上节课呢，我们谈到了这个物理层啊，按照这个 OSI 啊，或者说是按照 TCP/IP 的模型，我们谈到了第一层最基础的物理层它的一些定义和结构。那么下边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啊，就 TCP/IP 协议基础的第二个层次呢，我们叫做数据链路层啊。我们首先来看数据链路层它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数据链路层来说呢，传统的数据链路层啊，我们将传统的数据链路层分成了两个层级，一个层级呢叫做 LLC， 一个层级呢叫做 MAC， 啊，两个子层，啊，又将它细分了一下。那么对于这个地方来说，两个子层的一个细分来说啊 ，MAC 叫做介质访问控制子层，啊 ，MAC 呢叫做介质访问控制或者叫做媒介访问控制，那个 M 呢是 Media， 啊 ，Media Access Control。那么它呢，主要是指定如何通过物理线路进行传输，也就是说，它其实控制的是物理层通信，就是和下层通信的问题，它对下的 ，MAC 是对下的。那么对于 LLC 叫什么呢 ？LLC 叫做逻辑链路控制子层，它叫做 Logic Link Control， 啊，那么它是用来对上层提供的，它是识别上层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什么类型，然后呢，并且进行传输的。原来呢，我们将这个东西分成了两个子层啊，但是现在呢，特别是对于以太网来说，通常呢，我们认为数据链路层呢就是一层啊，我们通常认为就是一层，这个只是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下面我们来看数据链路层的协议，啊，这个协议呢，我们发现，哎，针对刚才物理层那一篇呢，这个协议长高了一块，对吧？我们刚才只看到了物理层，那么现在我们加上了数据链路层。对于数据链路层来说啊，我们依然会有 802.3、802.4、802.5 和 FDDI 这几个东西在物理层有，在数据链路层有一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儿有一条线。我们刚才不是说数据链路层分了 MAC 和 LLC 吗？他们定义了数据链路层部分的802点几啊，他们定义了数据链路层部分的 MAC， 如何去访问介质嘛。然后有一个802.2作为这个 LLC 来使用啊，作为链路控制来使用，所以说它可以看到大家是分开的啊，是分开的。这是对于局域网来说，对于广域网来说，其实分的是很开的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232啊，还有什么.35、24啊，这些都是物理层的。但是对于广域网来说啊，有几个，一个叫做拨号啊 ，dial on demand， 这个叫做拨号，然后 X.25。啊 ，X.25 还有珍中计，什么 PPP 这些东西都是广域网上的数据链路层的协议，啊，我们后面呢会主要介绍到 PPP、珍中计，啊，我们主要介绍广域网上这两个协议，然后呢这个拨号呢我们会介绍一个 PPPoE， 啊，我们简单介绍一个 PPPoE 的拨号。好。啊，这个是我们所定义的协议。其实，在这里边啊，我们说802.3这个东西，它最主要的定义的是什么？是以太网，是以太网。那么，在数据链路层，注意，我们平日里所说的交换机，它的全称叫做以太网交换机。这个玩意儿工作在数据链路层，为什么？因为交换机要检查这个数据报文的一部分内容了。它不再只处理电信号，所以说它工作在数据链路层。好，我们刚才说到数据链路层啊，或者说我们之前说到了数据链路层里边有一部分这个封装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个编址的过程啊。那么我们在这个里边，我们可以说数据链路层的地址，在这儿很明显，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以太网啊，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以太网。以太网的 MAC 地址一共48个 bit， 或者叫做48位。那么，以太网的48个位的地址呢，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叫做厂商编号，一部分叫做序列号，就是你是这个厂商的第几台设备，啊，中间一分为二，前24位叫做厂商编号，后24位叫做这个厂商的设备序号。那么，华为的设备啊，我们华为的设备前3个字节或者前24位应该是00E0FC。注意前边有一个0X， 说明这是以一个16进制来表示的数值，啊，注意啊，这是16进制的表示00E0FC。好，这是以太网地址。一般呢，我们在我们的 PC 的网卡上都会看到一个 MAC 地址，这个 MAC 地址都是这个16位啊，
16进制体现的48位的一个数值。那么对于 Windows 来说呢，它一般是这样：00减号什么0E减号 FC 减号什么12减号45减号7F 啊。我们在 Windows 里面可能看到的呢，更多的是这样一个值。我们在 Windows 里面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对于这个东西来说其实无所谓，对于计算机来说就是48个 bit 48位就可以了。那么好了，我们下边看终端之间的通信。我们刚才在说通信的时候，发出方要做到的一点叫做封装，而接收方做到的一点叫做解封装。那么对于封装和解封装之间来说，我们每一个层级特别是应用层或者说高层我们不谈的话，第4层、第3层、第2层，我们都要带上自己的报文的头部，第2层甚至于还要带上这个尾巴叫做这个尾部。那么这个头部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这个地方是我们从这一层次开始需要研究的内容。其实很简单一点，我们说封装一个报文就像发快递一样。那么你想想看，你在发一个快递的时候，你要在那个快递的单子上填几个最主要的不能不填的东西？其实很简单，你必须要填3个值。第一个叫做从哪儿来，就是你谁发出来的快递；第2个叫做到哪儿去，我要发给谁；第3个叫做里边是什么，就是你里边装的是文件，是物品，对吧？你得写好。比如说国家规定，超过多大的这个电池类的东西是不允许空运的，对吧？你要说是你里面搁点海洛因，肯定不是没有人给你寄，对吧？这个你就被逮起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要明确里边是什么。其实这是国家规定我们一定要执行。那么在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在我们发快递的时候，快递的单子上填3个内容，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里边是什么。把这3个东西填完了，你这个东西才可以正确的到达。当然了，你可以在这里面填一些附加值，比如说接收方的电话，比如说这个发送方的电话，对吧？比如说邮编比如说你再感谢一下这个快递人员，是吧？这个我看到快递单子上有写什么各种感谢快递人员让他先送货的这种话这个淘宝的卖家也是很奇葩的都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东西的可有可无其实是，就是说你说只要把地址都填对，把接收人的地址和发货人的地址都填对，那么你写不写电话其实都可以送得到，只不过家里有人没人多送2趟的问题，对吧？所以说在这个里边一个报文的报文头部，就是你封装时候的报文头部里边必须有的内容就是发出者、接收者、内容是什么，就这3点是最重要的。好，我们来看看对于以太网来说，它的发出者、接收者和内容到底是怎么区分的但是无论如何，你在以太网里面前面有一个以太网的头部，后边有一个以太网的尾部这个东西是做校验用的。好了，以太网呢，我们通常呢会在教材上看到的是以太网有2种格式，上面的这种格式呢叫做 Ethernet 2叫做以太网2的格式，下面这种叫做 802.3 格式。那么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的以太网呢是按照这个我们看到的以太网呢都是按照 Ethernet 2的这种方式来完成的。但是无论它们2个哪一类我们都会看到这样一个东西，叫做 D.MAC、S.MAC这2个东西。那么这2个是什么呢？注意看，这个 D.MAC 叫做 Destination MAC， 就是目标的 MAC 地址。而这个 S.MAC 呢，就是我们叫做 Source MAC， 叫做源的 MAC 地址。那么这2个东西搁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就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对吧？谁发出的，发给谁。然后注意，无论是 802.3 还是以太网2，那么它都必须有这个东西。后边就有点不一样了，
后边的这个地方呢，叫做类型或者长度，叫做 type 或者叫做 length， 叫做类型或者长度。对于以太网2来说，这个 type 就描述了这个里边到底封装的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是 IP 的数据，还是 IPv6 的数据，还是一些其他的数据。但是对于这个 length 来说，如果是以太网2，不是，如果是这个 802.3， 那么对于这个地方来说，它的告诉你的是什么呢？整个报文的长度。至于里边是什么，由 LLC 和 SNAP 这两个东西来确认里边封装的到底是 IP 的还是一些其他的参数，数值。那么 802.3 我们现在在网络中几乎看不到，我们在网络中几乎看不到。一些协议的控制层面的一些消息还是用 802.3 的，我们主要来讨论 Ethernet 2，802.3只是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就可以了，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下面我们来看以太网2的格式。以太网2的真格式里边地址我已经说了 ，MAC 地址一共48位，一位等于8个 bit， 所以说MAC 地址一共是6个字节。那么目标 MAC 地址到哪儿去？6个字节。从哪儿来？6个字节。后边里边是什么？一共16个 bit，2个字节来描述。在这儿呢，对于以太网2来说，这个值这个 type 这个值必须大于16进制的 0x0600， 就是16进制的600。那么换算成10进制呢，应该是15361536。这个是一个值就这个值一定会大于它，一定会大于它。那么这个值表示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里边是什么？你里边封装的到底是一个 IP 报文还是一个其他的报文呢？好，如果这个 type 这儿写800 16进制的0800，那么说明这里边是一个 IP 报文，说明这里面是一个 IP 报文。如果你这儿写的是806，那么这是以太网里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 ARP 报文，ARP 协议的报文。这就是区分开了不同的协议，这就是告诉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交由 IP 处理还是交由 ARP 去处理。它通过这个东西来区分里边是什么。当然，最后有4个字节的 FCS， 这个东西主要是用来做差错校验的，就是在传递的过程中，有没有信号的干扰导致我的这个数据出现了一些问题，它主要是用来做这个的。好，下面我们来看 802.3 的真格式。802.3 的真格式里面，这个 length 一定要小于1500，10进制的1500，也就是说16进制换算出来的是5DC， 这个 length 一定要小于，它表示了整个以太网的针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大。然后 LLC 里边又分了 DSUP、SUP 以及控制字段。那么对于 SNAP 字段那个是 SUP， 这个是 SNAP。对于 SNAP 字段又有这个类型和这个叫做编码叫做编码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加起来呢是8个字节加起来是8个字节。它用了最后的这个类型来描述这里边到底是这个 data 到底是 IP 的还是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个报文的结构呢我们很少用到所以说呢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下面数据针的传输。现在主机 A 真的想去发一个数据给主机 B 了，那么 OK。你首先在封装的时候注意在第2层的封装的时候，你要知道的是对方的 MAC 地址是多少，你才能把到哪儿去的这个值写上去。然后你自己的 MAC 地址你肯定知道，你把从哪儿来写上去，里边封装的是 IP 的还是其他的，你都封装好，然后这个数据报文就出去了。注意，对于 MAC 地址的这种分配我们就叫做编值，而对于 MAC 地址的这种寻找基于 MAC 地址的这种方式我们就叫做寻址。那么当你把这个东西封装好了以后发给 B 的时候，那么 B 首先要检查第2层的目标地址是不是我的。就像来了一大堆的快递，你首先要看到的是哪个快递的包裹的收件人写的是你的名字，你才能够拿走把它打开，对吧？你私拆别人的快递其实是犯法的行为，对吧？你私拆了别人的信件什么的，这都是违法的。所以说你一定要看到目标是你自己的，这个时候 B 才能拆这个包。如果 B 看到说
目标地址跟我没关系，那么你不能打开，你直接要把这个数据包文丢弃掉，就扔掉了啊，不处理。好了，以太网的 MAC 地址，对于 MAC 地址来说，我们说前24位啊是厂商代码，我们叫做 OUI， 而事实上呢，前24位并不是全用，通常前2位是00，啊，通常前2位是00，后24位代表这个厂商的这个设备的编号啊，代表这个厂商的设备编号，前24位是要去申请的。然后注意，前24位里边第8个比特位，看前面有7个 bit。第8个比特位如果是0，啊，一个比特位要么取0，要么取1。如果这个比特位是0，我们称之为单波。什么叫做单波呢？单波就是1对1的。对于以太网来说啊，无论怎么接，你中间接个交换机也好，还是接个网线，还是接这种总线型的也好，无论如何，是不是一个以太网里面我们可以接好多个 PC 啊，好多个终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那么你的这个主机 A 和主机 B 的访问，就是1对1的访问，我们称之为单波，啊，我们称之为单波，啊，通常呢，在 QQ 啊有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说在这个一个 QQ 群里边，啊，那么可能你说话呢就是一个叫做多波的方式，就是群员都能看到，群成员都能看得到。那么突然间你想跟谁说了啊？反正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就是一个群里面，你想找人说句话啊，突然间呢，这个人打一个东西叫小窗啊，小窗说话，对吧？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称之为单波啊，单波我一下啊，这个就是这样的，1对1的叫单波。MAC 地址的第8个比特位，如果是0，叫做单波。那么如果 MAC 地址所有的比特位全取1，那么就是它的地址就是全 F， 全 F 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广播，啊，我们称之为广播。什么叫广播？广播电视，对吧？或者说我们听的那个电台啊，那都叫广播。是什么呢？只要你愿意啊，其实在网络里面就愿意不愿意都得听得见了，啊，所有的人都可以接收到的数据就叫做广播。当然了，在我们以太网里面是这个网络啊，这个网段或者说整个这个局域网内，所有的人都能接收到，一个人发出，所有的人都能收得到，叫做广播。当然，听了广播你可以不理它，对吧？比如说，我们听广播啊，或者听这个电台，对吧？电台他说他的，反正跟我没关系的事儿，我可以不理他，对吧？啊，比如说出租车上啊，出租车师傅听个什么交通台。说明天哪又限行了，明天哪个车号又限行了，这我也没有车，对吧？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听见就听见了，你可以不理他，但是这个事儿你却能听见，这个就叫做广播，啊。而单播是什么？单播是别人给出租车司机打电话，你根本听不见，那个叫做单播。好，刚才我们说了广播，说了单播，那么最后一种通信方式，我们称之为组播。啊，我们最后一种通信方式称之为组播。组播是什么？一个人对一部分人。这个部分的人呢，可以大到所有的人，一部分嘛，这个部分就很灵活了，可以多到所有的人，也可以少到只有一个人。但是通常情况下是一部分，就是也不是所有的，也不是一个啊，而是一个居中的这么一个值。那么也就是说，正好这里面是一个组的啊，那么这个东西就叫做组播。啊，他们两个跟你是一组的，那么你发出来的信息，他们两个都能收到。而对于这个 C 来说，它由于不是跟你们一个组的，它收不到。啊，组播有点像什么呢？组播有点像，比如说，出租车司机啊，他们的那个电台，啊，可能说是一个组的，那么他们这一组是吧？他们几个喊话能听得到，另外一个组，另外几个组的人喊话能听得到，但是不会所有的人能听到，对吧？啊，那么对于 QQ 来说呢，组播是个什么概念呢？其实你在 QQ 群里聊天是一个组播的概念，就是你的群里边的一部分人啊，就是你群里边所有的这个群员其实是都可以看到的。但是针对于腾讯来说，对于 QQ 来说，它有好几亿用户，对吧？那么不是说所有的 QQ 用户全能听到你说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你们这个群里边的叫做一个组，那么你说的话让这一组的人都听到，就叫做组播。而腾讯是可以做到，你经常会看到那个 QQ 的新闻呐，
啊，或者说 QQ 的一些升级的通知，或者说一些什么优惠的什么钻石会员的通知啊，这个东西是所有的 QQ 的成员都能收到的啊。比如说那个以10000啊，那10000号为源的这个 QQ 的信息是所有人都能收到，那个叫做广播。啊，这个地方啊，我们是可以区分得开的。对于主播来说，以太网可以控制主播。刚才不是说第8个 bit 为0是单播吗？第8个 bit 为1就叫做主播。所有的位都为1叫广播，啊，所有的位都为1就是全 F 嘛，那个叫广播。啊，这3个是不一样的，单播是1对1的，主播是1对 N 的，广播是1对所有的。好，下面我们来看数据帧的发送和接收。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以太网里面数据帧的发送还是以单播的形式来完成的，啊，少量的广播和主播。那么既然以单播的形式来完成，那么也就是说你要知道对方的 MAC 地址是多少，你自己的当然你知道了，然后你要告诉别人，对吧？这个里边装的是什么 0x0800，说明里面是一个 IP 信息，然后做好校验发送出去。出去以后到了 B 收到了这个东西，一看 MAC 地址是我自己的，目标 MAC 地址是 B 的，啊 B 一看目标 MAC 是找我的 ，OK， 我收了。收了以后，这个东西我要处理，然后他把这个 MAC 层面整个都拆掉，啊，就是把2层报文信息都拆掉。在拆掉之前，他要做一件事情，校验，用这个 FCS 的校验值去看看整个这个数据报文在传递过程中有错误没有。如果没有错误 ，OK， 就这样了。然后把2层的封装拆掉，这个叫做解封装。在解完封装以后，由于这个地方有 0x0800给你指示说我里边装的是一个 IP 报文，那么解掉这个封装以后，看往上送，露出了 IP 报文的头部和数据，那么交由计算机里边处理 IP 地址的部分来处理这个报文。这个就是发送与接收。好，这个是我们这一节要谈到的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第2层的内容。